你有没有用 Canva 一段时间了，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总是觉得哪里差一点，又说不出来是哪里？很可能不是你的审美有问题，是工具用的不够深。我自己用 Canva 用了好几年，前几天还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功能，当下的反应是这东西放在那里那么久，我居然现在才知道。这支影片我要把10个我自己常用的，但是大部分人从来没有碰过的 Canva 功能，一次性的示范给你看，每一个我都会直接来 Canva 带你照做一次。其中第7个技巧是最近才上线的功能，大部分人现在还不知道，到时候我也会特别提一下，你留意一下。还有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那首先第一个技巧呢，就是颜色主题。很多人选择颜色其实是靠感觉的，哪个颜色看起来比较舒服就使用哪个颜色，结果就是整个设计它的颜色不一致。Canva 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能够把你喜欢的作品它的一整套的颜色使用抽出来，变成你自己喜欢的专属的色彩组合。那比如说我喜欢这个设计作品它的颜色组合，我就可以选中它，然后来到左边的品牌，这边找到颜色，再选择产生颜色主题。那这边有个选项就是新增颜色主题以套用颜色组合，这边再选择这个按钮，然后选择刚才我选择作品，选择这边产生颜色主题，在右边呢就可以为这个颜色主题去命名，然后你还可以加入主题准则，就是可以描述这种颜色主题它的使用时机、使用场景。底下呢就会有颜色组合，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选择这个签名的标志，在这边呢你可以选择增加颜色或者是修改里面特定的颜色都是可以的，然后呢就可以选择这个新增至品牌工具组，这样之后不管你是在编辑哪个设计，选择左边的品牌标志，这边呢就会出现这个颜色主题，你可以点击它就能够套用了，那么整个设计的配色呢就会自动的去换成这套颜色逻辑。那比如说我有这样的设计，我想要去套用刚才我选择的颜色主题，我就可以选择品牌，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个颜色，我就可以直接选择去让它套用，那这样你可以看到呢就直接套用了，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边还要提醒一下，这个功能是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的，免费版本是无法使用品牌套件这个功能的。如果说你还没有 Canva Pro， 影片下方有我的专属链接，可以让你免费的试用30天的 Canva Pro。今天教的这几个 Pro 版本的功能，你都能够去尝试一下。那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图形风格筛选。在我们搜索元素的时候呢，以前呢我们就是直接在这边去输入关键词，比如说我去搜索香蕉，然后呢它就产生这些图像、图片等等，像是这些图像呢它的风格都不是很统一的，但现在呢你可以选择这个加号，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样式，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去找到图像的样式的，比如说我想找像素化风格的香蕉，那现在呢我就能够找到像素化风格的香蕉图形了。如果说你想换风格，你可以先把它擦掉，再选择加号，再找的样式，比如说这一次我想找涂鸦样式的香蕉，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就是涂鸦样式的香蕉就出现了。那接下来一个技巧呢是 3D 元素，在用 AI 生成图案的时候呢，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去输入关键词，然后选择这边生成，但是呢有个选项大家是不知道的，可以帮助你去指定生成立体版本。还是来到元素这边输入关键字，比如说我搜索地球，然后点击这个向下的按钮，在这边有个 3D 选项，这边呢 Canva 的 AI 就会帮助我去生成 3D 版本的地球。那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呢，就帮助我去生成了 3D 版本的地球了。我可以选择一个，现在呢就加入到我的设计里面了，我可以点击这个中间的标志，我是能够去挪动它的，可以看到它的 3D 全貌。下个技巧就是图片转向量。照片的质感跟向量插画它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呢是更干净的，更加适合去作为品牌素材。那比如说这边呢我有一张照片，我可以点击上面的编辑，然后来到左下角的应用程式，选了这个 Victorify， 然后呢选开启，这边你可以选择是所有的颜色都变成向量插画形式，还是只是转化为黑白颜色。那这边呢我就选择所有的颜色我都要转入，再选择 Convert to Vector。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刚才我的图片就变成了这种向量插画的形式了。这张图片上面呢总共是有18个颜色的，然后我可以选择是要降低这些颜色，
还是说去保留这些颜色？这个数字越小呢，其实就是越简单的，数字越多就代表它整体的细节是越多的。那底下会展示所有这张照片上面的颜色，你也可以选择去单独的修改它。这上面呢还可以让你去套用某些颜色的组合，比如说这样颜色的组合也是可以的。下个技巧呢就是图片融合背景，那这个技巧呢是能够让照片还有背景看起来是融合在一起的，不是硬生生的贴上去的。专业感的差别常常就藏在这种细节里面。那这边我准备了一张照片，我把它放到一边。那背景呢有一个这样的颜色，接着呢我要选择这个元素，然后选择形状，然后呢选择一个正方形，接着把它的颜色去修改一下。这里 Canva 已经智能的检测到了我的这个背景的颜色，如果说它没有侦测到，你可以选这个吸管的标志，在这边去吸一下，也能够去变成你背景的颜色。然后呢再选择这个新增颜色，这边要把单色转化为渐层，渐层颜色就是从一个颜色慢慢过渡到另外一个颜色。那这边呢渐层颜色里面包含了2种颜色，那我希望呢能够去加入4个颜色，然后每个颜色呢都是同一个背景颜色。接着呢我们要调整一下每个颜色它的透明度。那在最左边的一个颜色呢，我希望把它的透明度调成是0，那你可以看到呢它就能够看到背后的照片。再往右一个颜色呢也要调整它的透明度，大概是在25%。接着再往右一个颜色，大概是透明度在60%。然后呢我们要调整一下它的大小，和整个画面是一样的。接着呢往右移，稍微和这个界限有重叠一些。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图片能够去自然的过渡到这个实色的背景里面了。这个需要大家呢去不断的尝试一下，看什么样的透明度组合呢是更加融合的。总的来说，这个方法呢能够让你的照片很自然的过渡到一个实色的背景里面，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界限。下一个技巧就是加外框，一个简单的外框是能够让你主体从背景里面跳出来的，设计感会马上不一样。那比如说这边呢，我有一个人物的照片，我可以选择编辑，在工具里面选择查看全部，这边有一个魔法抓取功能，我可以点击它，把这个人物抓取出来，再选择抓取。那像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人物就被抓取出来了，和背景是分开的。那这边也要特地提醒一下呢，这个魔法抓取功能也是需要你升级到 CloudPod 才能够使用的。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我的专属链接去获得 CloudPod 30天免费使用，就能够尝试这个功能了。然后我选择这个人物，点击编辑，来到英语选项，选择查看全部，这边选择大纲。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人物的外轮廓就已经实现了。我可以调整它的尺寸，然后呢也可以选择去调整它的颜色，这样这个人物呢就会显得非常突出了。如果说你不要实现的话呢，也可以选择调整它的强度，它就会变成一个半透明的样子。接下来一个技巧就是背景装饰，那这个技巧呢是最近才上线的功能，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注意到。那这边我有一个空白的背景画布，我可以点击它，再选择编辑，这边有一个魔法背景功能，接着就可以描述一下我们想要去生成的背景想法了。比如说我让它去生成色彩鲜艳的教室和老师用品，然后选生成。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 Canva 就帮助我去生成了4种背景了，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背景去查看一下。我认为这个功能在你设计简报或者是设计影片的封面图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用的。在生成了背景之后呢，你就负责在上面添加文字就可以了。下一个技巧呢就是版面与风格建议。有时候在你做设计的时候呢，你可能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字体，用什么样的配色，那这个功能呢就不会让你去瞎猜。比如说这边呢，我有一个简报 PPT 的模板，我想去尝试一下其他的颜色、其他的字体组合，我就可以选择这个页面，然后再选择编辑，在这底下呢就可以找到样式，然后呢可以选择查看全部。那这里呢就能够有不同的颜色组合，比如说我选这个颜色组合，你就可以看到它就能够快速的运用到我这个模板里面。我也可以选择查看全部，这里面有非常多颜色组合你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这个颜色组合，那你可以看到就切换成这样的颜色了，或者是这个颜色组合，所以这样呢就能够帮助你去找到你喜欢的颜色搭配。在底下呢还有字体组合，也可以选择查看全部，比如说这样的字体组合，你就可以看到风格就不一样了，或者是这样的字体组合。在 Canva 里面它甚至有专门的配色还有字形的组合，比如说这样的，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组合。如果说你不喜欢这样的搭配，但是你喜欢这些颜色的组合的话，
你还可以再选择一下，它会重新的再匹配不同的颜色，一直到你觉得你喜欢为止。接下来一个技巧呢，就是一次性的调整多种尺寸。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都是需要同一个设计、同一个作品需要发送到不同的社群平台的，但是不同的社群平台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一个一个的去调整，是非常麻烦的，非常浪费时间。那在 Canva 里面呢，有个这样的功能，能够一键的切换。比如说这边我有一个设计好的贴文，然后我可以选择左上角的调整尺寸，这边我可以搜索关键字，比如说我搜索社群媒体，那这边呢它就能够去生成5个尺寸的社群媒体，可以选择它，然后呢再选择你想要去切换的页面，我就单独的需要调整这一页，然后再选择完成。这边呢可以选择复制并且调整尺寸，或者是你直接调整这个尺寸都是可以的。那现在呢，它又生成了这个 Instagram 贴文的尺寸，然后 Instagram 4:5格式的尺寸， Instagram 现实动态的尺寸， Facebook 贴文的尺寸，以及行动影片的尺寸。这个功能真的非常方便，帮助你节约了很多时间。这个技巧呢叫做魔法图层。以前要修改照片里面的某个元素呢，都是需要你手动的先去抠图，现在呢已经不用了。比如说这边我有一张照片，然后可以选择去编辑，这边呢有一个魔法图层的功能。那魔法图层这个功能就是能够帮助你把照片里面的所有元素都去拆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图层。你可以看到呢，这些所有的元素它都变成了一个独立图层了。我可以挪动每一个元素，你可以看到我都是能够挪动的。而且呢，我可以按住 Shift 去把这2个咖啡杯去选择起来，然后选择建立群组。如果说我要去调整它们大小的话呢，我也不用去取消群组了，我可以直接点击一下，然后呢去把它变小。你可以看到呢，它就变小了。如果说我要删掉这个元素的话呢，我可以再点击一下就把它删掉。这个呢也可以把它放大，挪动它的位置，这些呢都是可以的。所以魔法图层这个功能呢，能够让我非常快速的去编辑照片，这功能呢也非常方便。这10个功能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能够让你的设计从看起来像是随便拼的，变成看起来像花钱找了设计师做的。刚刚有几个技巧是需要你使用 Canva Pro 才能够用的，如果你还没有试过，影片下方我会放链接，可以免费的用30天，刚好够你把今天教的全部练一轮。但如果你现在连 Canva 的基本界面都还不熟，这些功能对于你来说肯定有点快。我整理了一个从零开始的 Canva 教学播放清单，从最基本的操作一路讲到刚刚这些比较进阶的技巧，你点击这里就能够现在马上看。